make you wanna drop the attic when you love it. Like they have the Balenciaga daddy, you gon' need to bag it up. Cause it's the denominator, you gon' need to bag it up. Be the one we play. Bonjour，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观看我的影片，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我们现在人在法国，我们要收看2024年环法 Tour de France， 那我们就开始吧。环法第15站 Mountain Top Finish 爬坡当终点。环法第15站的终点是 HC 坡终极坡，从莱斯卡巴内骑到 Plateau de Balais 15.7公里，平均坡度 7.8%。前一晚我先开车抵达坡底的城镇莱斯卡巴内，发现 HC 坡被封路不给汽车上山了，只好在莱斯卡巴内走走。因缘际会，就这么刚好遇到了法国人正在开派对，此时的时间为法国时间晚上11点多。我的频道也是尽量走向多元化，不是只有一味的骑脚踏车，我们偶尔换一下口味，听看看法国乡村演唱会。只是这个口味好像太重了一点。歹势啦，爱行人啊，是卡哈密西，不好意思，我客家人吃比较重咸。前一天晚上激情过后太嗨，差一点睡不着。这次我就带大家骑到环法第15站的终点，骑经过这个牌子时，相信我，感觉非常棒。人醒着不过1万多天，在能力范围内，在有限的时间内，带上自己的脚踏车，在环法高山站当天早上亲自骑一下环法赛段，是人生必做清单。如果您碍于太多现实考量，您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带脚踏车去法国，没事情，那就由我帮您骑。毕竟我就是您的单车好朋友小邱。这位仁兄带着好几根法国面包上山，我现在看到法国面包还是余悸犹存。 PTSD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发作，剪片时还得再度看到法国面包，再度体验创伤。法国面包又干又硬，吃法国面包的感觉只有4个字：味如嚼蜡。可是在法国肚子很饿，又只有法国面包可以买。好啦，反正我们出外人只能吃一个粗饱，温出外人吃一个鸡腰娘啦。这位打招呼的车友身穿 GCN 车衣， GCN 的意思是 Global Cycling Network， 是全世界最大的单车 YT 频道，在 YT 上拥有339万订阅。在这边骑脚踏车，我也不用骑到特别快，也不用骑非常贵的脚踏车，只要您敢在这个时间跟地点骑脚踏车，那就可以享受整路被群众加油的服务。如果您骑到陶累累，那就会得到更大声的加油声，那种感觉我跟我的好朋友福岛敬一先生分享我现场看环法的经历。我问福岛敬一先生，为什么法国人这么爱脚踏车？福岛敬一先生只回我一句话： They know how to enjoy， 意思就是法国人知道如何享受单车运动。总结一句话，他们都是单车疯子，因拢是笑的啦。那我们呢？我们还在学习如何享受单车运动。Bonjour， 环法第15站 Mountain Top Finish， 最后一个 HC 坡终点。环法看了15站，这个终点最难到，因为这个终点在坡顶，然后汽车它不给上来了。昨天晚上它就管制了，我汽车停到山脚下，要骑15公里上来，这15公里蛮硬的而且都是人啊。这个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骑这15公里大概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我们 NS50 Never Stop 50 6000人，你就是要跟人家挤就对了，整路都是脚踏车、汽车。
整路啊，规路呀，规缸哟，好不容易才搞上来。现在法国时间中午12点，应该快开赛了。我看我就不要下去了，我就在那边等了。因为下去不好弄，在这边好不容易骑上来，就在这边搞了啦。好了，那我们就等集团来吧。Enric Mas et Johannesen en tête, ça devient plus dur désormais pour leurs adversaires, que ce soit Carapaz, que ce soit également Jai Hindley, qui est un peu plus en difficulté. 整趟环法看下来，我最佩服的人就是坐在小房间里面的主播。比赛这几个小时，永远不要停，一直讲，一直讲，滴滴贡，滴滴贡，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好讲？不得不说，我觉得法语是全世界最好听的语言。就算我都听不懂内容，我还是觉得法语很好听。那我觉得全世界最难听的语言是那个国家，就是我不能说。紧张紧张，刺激刺激，第一名即将进站，第一名就是身穿黄衫的塔德普卡恰。1分08秒后，我的偶像兼好朋友 Jonas Vingegaard 温吉哥进终点。唉，这一站结束，大势已定，温吉哥有很大的几率会输掉这年的环法。输赢乃兵家常事，我们的人生都要学习如何输，输输赢赢，赢赢输输，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是人家不喜欢看到温吉哥输。可爱多的笑容都被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被你咬甜，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那蒸馏水。人类无法反应的8种情况：1. 临阵起手；2. 前摇过长；3. 猝不及防；4. 明知故看；5. 后摇过短；6. 多次明示；7. 插叙手法；8. 正午的阳光都被你咬甜，热爱105度的你，一滴青春那蒸馏水。环法的赛事总共有21站，中间安插2天休息日，分别在第9站结束跟第15站结束。口诀966， 9站6站6站。第15站结束之后，我选择在原地车速休息，隔一天休息日再骑上 Plateau de Balais， 感受一下清幽的终点。今天环法最后一个休息日，我们骑回昨天第15站终点的坡顶 Plateau de Balais。在法国表演狗喝水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哇，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国的这水龙头设计都是这种暗的，然后一直按很烦的，跟我们那个转的不一样。我还是习惯转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暗的。这一按每次出水，你要用一点点水，它还是出这么多水，不是更浪费水？用转的比较 Jason， 这个可以防止一直漏水，反正就是入境水俗了。那就再狗喝水一次。哦，这次到法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考察法国的畜牧业。我看我的儿子好像不是很喜欢读书，我跟我的儿子说：“想想 ，be careful 啦，法国有很多牛，如果您再不好好读书，爸爸就会把你送去法国放牛。”在山顶玩完之后，我就骑脚踏车下山了。法国的风景啊！第15站的前一天就来停这块空地，这块空地不错，没有人，所以我在这边睡了3个晚上。车速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如果可以不用换，那就不要换。如果这个地点还理想的话，在汽车车顶上晒衣服，是我这次去法国发明的方法。我真的佩服我自己，根本是生活智慧王。结果最后一天，衣服忘记收到，晒在车顶上的衣服全部不见，有一件我最心爱的 PNS 车衣。我们在这个第15站终点附近的小镇，这边小镇沿着河，最主要的好处就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干净水源，到处都是这种温急的水、冰凉的水，舒服。我把这个安全帽打湿了。哦，天很热，34度。我后来还去附近的城堡走走，刚好遇到有法国老师在上课。
我化身乡民在台下偷听，虽然法国老师叽里呱啦的在讲些什么，我都听不懂。这就是所谓的鸭子听雷啊，听雷啦！影片的最后，就让这道完美的彩虹来做结尾吧。环法第15站的影片到这边结束，我们环法第16站再见。